大家好，我是怡媛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昨天我在迪多的报告里面有提到的，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报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告意思在哪里。那有时候我们下午人比较少的情况呢，对面还是有人围我们集结嘛，然后我们这边开了阿提拉亨利的集结，只是开一个集结去打对方的关卡。那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围殴报告呢，几乎都是赚的，刚好这两个统帅都是看围殴的。那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啦，集结反集结反反集结反反反集结。当然我们最高纪录是11个集结，这里看到是5个集结。可以看到每个部队的都是怕被围殴啊，都是开塔里克啊、阿提拉这种抗围殴的统帅。不过允许的情况下，最好是开一个兵种就好，因为我们有时候要补步兵，然后跑去补到骑兵。我们的反集结是开骑兵了。那这里的画面我就没有开简化模式，给你们看一下白字跟红字跳出来到底有多少。当然等到后面集结报的时候，我也是会分享他们的报告。那先说一下我们这里开的集结吧。我们开的主集结是阿提拉亨利，然后反集结有阿提拉诸葛亮，反集结是开塔里克绿头，对方开的反集结也是塔里克绿头、阿提拉绿头。在之前我们有试过用阿提拉搭配诸葛亮，这个搭配其实还不错，因为他们有些部队要派兵出来要补集结还是什么，用 AOE 可以扫到他们部队。就算主集结打出来报告不太好看，但是赚一些旁边 AOE 或者是围殴的队伍其实都是赚不少了。这里红字看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快进一下画面。那么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们的集结是已经爆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报告。首先是阿曼阿基的报告，他开的是反集结，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报告呢是赚了好几倍。那阿基的这个反集结也是有被开了反集结，在被开了反集结的状态下还可以赚2倍，我觉得这个报告是真的很漂亮了。接下来 Animal 的报告也是赚了一点，他这份报告是反集结，也就是比 RZ 早一点点了。这个反集结打反集结出来报告也是赚了2倍，并且在这个反集结在被反集结状态下出来的报告，哦，我的天哪，带多一个反了。能打出这样子的成绩已经算是非常好了。不过这个集结它只有反伤高可以看围殴，但是没有 AOE， 可以看到下面呢都是亏给 AOE 的，所以这份报告主要赚的击杀都是赚主集结那里的。现在他们又再来了反集结反集结，不过他们这一次的反集结是开绿头哈拉尔，我们这里的反集结是开了巴加尔搭配诸葛亮，就是我刚刚所讲的，因为我们没有 AOE 的关系，所以吃亏了。并且他们开集结出来这个方向呢是比较难补兵，如果我们 AOE 可以扫到的话，其实可以赚不少。我们阿提拉亨利的主集结还在持续当中，接着他们的反集结又开过来了。不过他们开的反集结是开阿提拉无天，我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还有人开阿提拉无天。严格来说，如果他们要赚我们一波野仗的话，其实开阿提拉诸葛亮会比较好。这里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红字跟白字跳多少，并且他们这样子开其实也是不安全的，又要补步兵又要补骑兵的。不过到最后我们的集结是来不及补兵，集结爆了，其他的集结反集结反集结反集结也是随之解散。来看看一下这个打了1个小时的集结报告，有集结反集结反集结反集结。让我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个集结呢它是赚了，也可以看到这个集结开出去的时候，其实有不少玩家跑去围殴。整体报告来说，虽然不是赚的特别多，但是也是有赚了。在有被反集结的情况下，还可以打出这样子的成绩，已经算是很好了。这份报告也是我昨天分享的。那这边报告呢，严格来讲，我们并没有赚特别多。但关卡呢其实比较难打下来，尤其是我们1对1打的时候，能打出这样子的成绩已经算是很好了。不过你们也看到报告了，如果要打出这样子的成绩，你要不断的补兵，不能停下来，再加上中途还有其他的玩家会围殴，假设补到不及时的话，这个报告也是会亏的。部队整理，除了你的王国是先锋顶尖的先锋之外，你的争议不可能会像他们这样子这么夸张了，参考度是比一般的 ABCD 王国还要更好。不过还是要注明一点，我们玩的 KVK 是兵无常势，我们可以把副将的争议转换。那我们这边是放了骑兵的装备，这已经把亨利的属性转换成骑兵了。一般的 KVK 不要轻易尝试。看了主集结报告，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反集结报告。反集结报告亏的还比我们更多。像这种关卡战，通常打关卡的集结会亏比较多，但是这里反而是反集结比较亏。那也可以讲说，他们用阿提拉无天确实是不太适合了。也可以理解他们是担心我们会围殴他们的集结，所以才开了阿提拉无天这个搭配。但其实在兵无常势，也可以尝试一下其他的统帅搭配，就比方说可能搭配塔里克啊、亨利啊，像我们这样子也是可以的。再加上他这个集结没有人补兵，所以这里出来的报告是亏了1倍多左右。
从部队争议上看来，这个玩家开的集结呢，可能他并不是真正的车头，又或者是车头不在线，他只是暂时替代而已。它的3位也是比我们这里的集结偏低一点。那么既然我们搭配了2个可以看围殴的统帅，你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围殴报告到底有多赚。基本上会为我们集结的大多数都是大佬，你们也可以看到他们部队是已经开到40多万了，所以他们科技应该也是不会太差才对。也可以从这个报告参考，如果是大氪玩家围这个集结的话，出来的战损到底有多少。下面又有另外一份反集结的报告，但是这个报告也是一样，阿提拉5天的集结出来的战损比也是差不多接近1倍左右。不过这一次换开集结的人呢，他的争议会稍微高一点点。不过最后补兵补的不及时，又或者是被我们围掉了，出来报告也是一样亏了。那么你一不小心呢，还会围爆你的医院，就像这个玩家这样子，他一阵亡就是阵亡20多万。从对方的部队数量看来，他氪金应该也是不少的，几乎每个礼包都有买。但是搭配方面呢，可能不是很好，还在用项羽本多，又或者是萨拉丁威廉，跟我之前推荐的司机真的项羽威廉搭配组合有点不一样。就是这份集结，他在不赚 AOE 的情况下，只是赚围殴都可以赚翻了。就算是那种大玩家有装备有军器的，就比方说破吧，他的报告也是很亏，都是10万起跳的重伤。这里又有另外一个兄弟报医院了所以记得要清空医院才去围集结，不然就像他这样子。而且他是用萨拉丁搭配元翼金啊，他的统帅应该也不是很多。BT 赛博的反集结报告用阿提拉搭配绿头，不过报告依然还是亏了1倍给我们。不过他也算是为数不多，他会使用副将的装备转换成其他的兵种。爸爸开了另外一个反集结出来的报告也是一样亏，不过这份报告明显是比阿提拉5天的报告还要更好一点啦。至于我们开的反集结出来的报告 Animal 开的是直接赚了3倍打88的反集结。那么为什么这份报告可以赚这么多呢？这就要多亏诸葛亮了。那我在前面有讲过，因为诸葛亮是原型 AOE， 那些出来补兵的是肯定会被 AOE 打到的。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反集结赚这么多分数是赚了2倍以上。不过你们看我们打的反集结也没有赚到2倍多这么夸张，全部都是靠诸葛亮的技能而已。他 AOE 打了5个目标，那他武侯效果还好是加在自己身上，而不是加在敌人身上，否则那兵被打死又或者是进入集结之后武侯效果又没有了。还好副将装备也可以把武侯效果的全工兵转换成步兵，不然我们就要开亨利诸葛亮的集结了。那豹哥昨天的评价呢，其实对这个地图的副将装备评价还蛮好的，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更多不同的搭配，看统帅的技能要怎样去搭配才可以打出更好的效果，也不会有迭代的问题。比方说你要用诸葛亮集结驻防都可以。一般来说新的统帅都是比较强一点嘛，装上副将装备之后就可以使用了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视频你选择之后就不能转换，就变成我们有些车头他们要想得很清楚，到底要选择什么兵种的装备。对于单系车头来讲应该还好，但是对于多系车头就很麻烦了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大家。如果你们打兵无常是不知道要怎么搭配的话，可以选择哪一些搭配，还有这些组合打出来的效果会怎么样。当然960没有办法破11个反集结的记录还是有点可惜啦。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